1988年到1989年间，日本崎玉县入间市附近发生了4宗少女拐骗杀害事件，受害者呢都是4岁到7岁的女孩，凶手对他们拍裸照猥亵，并且还拍摄下了整个的犯罪过程，将这些录像带呢收藏起来以后慢慢的欣赏。更让人气愤的是呢，凶手将女孩的遗体和骨灰装进了一个纸箱，再送给受害者的家属来欣赏。而他做这些的目的呢，是为了让自己的爷爷复活。案件当中的凶手残忍程度令人发指，而且呢，因为这一个人，差点就毁掉了整个日本的动漫二次元产业。大家好，我是海岩，今天我们来讲宫崎勤拐骗少女事件。1989年2月6日凌晨5点半，日本崎玉县入间市。冬日的晨雾尚未散开，整个城市一片的寂静。金野先生一夜未眠。自从他4岁的女儿真理在半年前离奇失踪之后呢，这个家庭就失去了所有的色彩。每一天他都抱着希望出门去寻找，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女儿的线索。这天清晨，他像往常一样推开家门，准备到附近的小区再找一找女儿。突然间呢，他发现一个棕色的纸箱静静地放在他们家门口。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颤抖着打开了纸箱，一股腐败和烧焦的恶臭味扑面而来。箱子里面有一张照片，一堆灰烬，还有一张纸条。照片上有粉色的短裤、白色的衣物，还有红色的亮鞋。金野先生瞬间都崩溃了，失声痛哭。这些呢，正是他女儿真理失踪那天所穿的衣物。在混杂着泥土和草根的灰烬和碎骨当中，是一个被焚烧过的小女孩的头骨。经过法医的鉴定，这正是她女儿真理的头骨。时间回到6个月之前，1988年的8月22日下午3点，4岁的金野真理在游泳课之后呢，到家的附近公园玩耍从此呢就再也没有了音讯。金野真理的父亲是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刚开始呢，警方认为是绑架勒索，于是呢，在金野家安装了通话监听装置。然而一直都没有等到绑匪的电话，警方也一直没有找到失踪的真理，案件陷入了僵局。42天之后，也就是10月3日，在相隔仅10几公里的范能市，7岁的吉泽正美在放学的途中失踪。他的家庭比较普通，警方排除了勒索的可能，但是同样没有电话，也没有任何的线索。接连2起少女失踪让警方意识到这可能不是一个单纯的绑架犯。而就在他们焦头烂额的时候，第3起案件以更加残忍的方式证实了他们的想法。1988年的12月9日，4岁的南波惠里香在自家的楼下花园失踪。这一次呢，终于有了目击者。一个5岁的小男孩告诉警察，他看到的是一个矮矮胖胖的叔叔，而且呢还开着一辆白色的小车，把惠里香给接走了。案发6天之后，1988年的12月15日，惠里香的遗体在几十公里之外的山林当中被发现了。他当时是全身赤裸，死因是被勒死的。更令人发指的是呢，几天之后，惠里香的家人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上只有几个看似毫无关联的词语。当密码专家将其破译之后呢，得到了一个句子：不能起死回生，真可怜。而这种口吻并不是哀悼，而更像是一种炫耀，是对警方和受害家庭的嘲弄和挑衅。1989年的2月6日，金野真理的家人收到了那个装着女儿头骨的纸箱，纸箱里还有一张纸条，是用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字拼贴而成的，上面的文字是真理、遗骨、烧、证明、鉴定。警方呢将这些字刊登在了报纸上，希望有人能够破译其中的意思。恐慌就像瘟疫一样开始蔓延，家长们都不敢让孩子们独自出门。警方呢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成立了特别专案组，排查了上千名有前科的人员，但依然没有任何的线索。而凶手似乎很享受这种成为焦点的感觉。1989年的2月10日，朝日新闻和金野家同时收到了一封信，署名是金铁勇子。信中呢，他用一种近乎平静而叙述性的口吻，非常详细地描述了诱拐真理的全过程。他声称自己是女性，所以呢，小真理当时没有防备。一般男性的文笔更加的冷静和客观，而女性呢，一般都侧重于描绘主观的感受，所以这封信更可能是一个男人写的。
而且经过调查呢，金田勇子这个名字啊，是一部漫画当中女警察的角色名字。于是呢，警方推断凶手很可能是一个男性，而且呢，他热爱漫画，喜欢解谜，有极强的表现欲。凶手呢，很可能是一名在现实当中极度失败、渴望被关注的御宅族。然而，凶手的下一步动作更加的恶劣。1989年的3月11日，在金野真理的葬礼当天，金野家再次收到了金田勇子的来信。标题是告白书，信里用大篇的文字详细的描述了凶手是如何用双手来把真理给掐死的，以及将真理掩埋的整个过程。字里行间没有一丝的悔恨只有一种病态的沉浸在回忆当中的那种愉悦。随后呢，凶手就销声匿迹了没有再出现，直到3个月之后，第4名受害者出现了。1989年的6月6日，东京江东区5岁的野本玲子失踪了。5天之后呢，他的遗体在范能市宫泽湖墓地被发现。准确的是呢，是只找到了他的躯干，头颅和四肢都不见了。警方通过遗体胃部的残留物判断出遗体就是玲子本人，凶手的残忍程度再次升级了。警方再次加大了排查力度但是还是一无所获。正当警方是一筹莫展的时候，这名凶手竟然意外的出现了。1989年的7月23日，东京八王子市，9岁的姐姐带着6岁的妹妹正在玩耍。一个矮胖的戴着眼镜的男子拿着照相机说要给姐妹俩拍照。妹妹欣然答应了，并且跟着男子呢去另一边拍照了。而9岁的姐姐呢觉得不太对劲儿，马上就跑回家找自己的父亲。当父亲赶到时呢，看到了6岁的小女儿全身赤裸，而那个男人正举着照相机对着她疯狂的拍摄。盛怒之下，这位父亲将该男子给打倒在地，并且报了警。很快呢，警察就赶到了现场，逮捕了这名男子。这名男子名字叫宫崎勤，27岁，是一家印刷厂的工人。最初呢，他只是因为强制猥亵而被捕。然而呢，他矮胖的体型，再加上白色的轿车，还有对少女的癖好，瞬间呢让警察想到了最近诱骗4名少女的凶手。这个体型和外貌特征非常的吻合。随后，警方检查了宫崎勤的车，在车内检测到了血迹。车的座位底下呢，还找到了工作手套和尼龙绳。警方推测他很可能就是这4起少女失踪案的凶手。警方没有急于审讯，而是玩起了心理战。他们只是将宫崎勤给羁押了并不着急对他进行审问。在被羁押的第15天，他们告诉宫崎勤，他会以猥亵罪被起诉。当时呢，他就松了一口气。就在他最放松的时候，警方又给了他一张延长羁押令。然后呢，在他的面前展现出了各种证据他车内的血迹报告、案发时间的停车记录等等等等。这些呢，对宫崎勤来说就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最终，宫崎勤的心理防线彻底的崩溃。2天后，他承认自己杀害了野本玲子，但是呢，并不承认和其他的3宗少女失踪案有关。随后，在宫崎勤父亲的同意之下，警方进入了宫崎勤的房间，一个只有10平米但是呢，却放着5000多盒录像带和漫画塞满的狭小房间，里面只能躺下一个成年的男子。房间内的录像带呢，基本上都是电影和动画录像带，但是警方怀疑里面可能会有凶手录制自己犯罪的录像带。于是呢，警方就安排了74名警员日夜不停地筛查所有的录像带。经过10多天的不停的筛查警方终于找到了第一盘和案件有关的录像带，里面记录着侵犯和杀害第一位受害者金野真理的整个过程。2天后，警方又找到了玲子被侵犯的录像带。之后呢，越来越多有关案件的录像带被找了出来。面对这些铁证，宫崎勤最终还是承认了自己拐骗并杀害了4名少女。南博惠里香的遗体在案发1个星期之后被找到。9月6日，警方根据宫崎勤的口供找到了吉泽正美的遗体。9月13日，警方找到了金野真理的手和脚的骨头。至此呢，4名女孩的遗体和遗骨全部都被找到了。这起困扰了日本社会1年的案件终于可以真相大白了。但还有一个谜底没有解开金野家收到的纸箱中的字谜。警方呢再次进行破译这一次呢将宫崎勤的名字加了进去，最后破译出了一句话：宫崎勤漂亮的装箱。宫崎勤出身于富裕家庭，是当地名门之后可以说是一个富二代。
但是呢，他从小患有罕见的先天性手臂残疾，名字叫做两侧先天性桡骨愈合症，无法做翻掌的这种简单的动作。他曾经让自己的父亲找医生给他治疗，但是呢，医生告诉父亲，这种病100个人里面才有1个人能够治愈，而且呢，需要长大之后再治疗是比较好的。后来呢，父亲可能觉得也不影响日常的生活，就再也没有提过治疗的事情。这件事呢，也让宫崎勤记恨上了自己的父亲。宫崎勤因为手的残疾，从小备受嘲笑，后来呢变得是沉默寡言，性格也变得极其的孤僻，每天都待在狭小的房间里他的房间内堆满了电影和动漫的录像带。之后呢，忙于工作的父母对他疏于关怀，唯一疼爱他的就是他的爷爷。宫崎勤自小呢和爷爷的感情非常的好，但是爷爷呢在1988年的5月因为脑溢血而去世了。这让宫崎勤呢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呢，他产生了一个荒谬的想法，通过吃掉少女让爷爷复活。因为担心出现2个爷爷，于是呢，他还吃掉了爷爷的骨灰。每杀害一名少女呢，他都会举行一个复活爷爷的仪式甚至呢会做一些十分变态的事情。爷爷去世了3个月之后呢，是宫崎勤的生日，但是呢，没有人送他生日礼物，于是呢，他决定自己送给自己一个生日礼物。第一位受害者金野真理就是他送给自己的26岁生日礼物。他还租来了摄像机，记录了整个过程，是为了不浪费这份礼物。每一个正常人听到这里呢，都会感到匪夷所思，脊背发凉。宫崎勤被捕之后呢，声称一切都是老鼠人操纵他做的，他还画出了一个叫老鼠人的卡通形象。被捕之后呢，法院为宫崎勤进行了为期3年的心理评估，精神鉴定报告显示呢，他有人格障碍，但是呢，完全具备了辨别是非的能力。1997年4月14日，法院最终判定宫崎勤死刑。1994年，宫崎勤的父亲因为儿子做的事情感到非常的羞愧，选择跳河自尽了。宫崎勤得知此事之后呢，竟然变态的表示爹死了，这让我感觉很爽。由于宫崎勤家里有大量的动漫作品，日本社会认为宫崎勤是受到了暴力题材的动漫等2次元影响，并且呢认为所有的御宅族都是变态。日本的动漫和游戏产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宫崎勤一个人的原因，让整个日本的2次元文化在几年之内停滞不前，直到1995年之后才慢慢的恢复。案发20年之后，2008年的6月17日，宫崎勤在东京监狱被执行了绞刑。直到被执行死刑，他从未向受害者家属表示一丝的歉意。在执行死刑前，他还委托自己的心理治疗师向外界传达一句话，说：“请你告诉全世界，我是一个好人。”